4000多人被活活燒死。這本應是一場期盼中的聖誕團聚之旅，最終淪為4000多人的死亡噩夢，幸存者餘生都被揮之不去的恐怖記憶糾纏。今天我們就來還原這起和平时期航海史上最嚴重的沉船事故——菲律賓沉船案。1987年12月20日清晨，距離聖誕節僅剩5天，菲律賓萊特島塔克洛班市的碼頭人聲鼎沸。18歲的大學生阿盧迪亞拒絕了同學的假期邀約，決定跟隨44歲的父親薩瓦德返回馬尼拉老家，與家人共度佳節。菲律賓由7000多個島嶼組成，客船是島嶼間最主要的交通工具，而這天父女倆要搭乘的多尼亞帕斯號需在海上航行近10個小時才能抵達首都。碼頭上早已擠滿了數千名乘客，盧迪亞父女排在隊伍末尾。節日期間船票供不應求，這艘船1400餘張預售票一經放出便被搶購一空。薩瓦德並未提前購票，但這在菲律賓並非難題。由於交通不便，超載和先上船後補票已成常態，船只的實際載客量全憑船運公司的膽量決定。在預售票乘客登船後，檢票員敞開船門，更多乘客帶着行李、貨物甚至孩童一擁而上，擠進了這艘長93米、擁有3層甲板的客船。多尼亞帕斯號的歷史暗藏隱患，它於1963年在日本建成，最初名為基宇丸，設計載客量僅608人，主要用於日本陸2島周邊的客貨運輸。1975年，該船被菲律賓蘇普特航運公司收購，經改造增加艙室和座位後，載客量提升至1200余人，並更名為多尼亞帕斯號，成為公司的盈利主力。1979年，這艘船在航行中突發火災，幸得船員妥善處置，1164名乘客全部安全撤離，但船體被燒毀至只剩礦甲，被認定為報廢船。然而蘇普特公司通過特殊運作，從保險公司手中低價購回該船，經修整改造後重新投入運營，載客量進一步提升至1500人。此次改造雖增加了運力，卻大幅抬高了船體重心，嚴重削弱了航行穩定性，為日後的悲劇埋下了伏筆。對於這些隱患，乘客們一無所知，即便習慣了超載，當天的擁擠程度仍讓他們感到震驚。每當人們以為船已滿載，船員總能設法塞進更多人。最終，這艘荷載1500人的客船，官方記錄搭載了1493名乘客和59名船員，宣稱未超載。但事後證據顯示，實際總人數高達4385人，幾乎是荷載量的3倍，其中包括1000名4歲以下的兒童。過重的負載讓多尼亞帕斯號明顯向左傾斜，可船員和船長對此視若無睹。於清晨6點30分準時起航，盧迪亞父女登船較晚，只能擠在露天甲板上。這裡雖也人山人海，但相比船艙內的環境已算舒適。船艙裡如同密封的罐頭，乘客們幾乎無法移動，飲水食物供應短缺，有限的廁所根本无法滿足4000多人的需求，部分乘客被迫就地排泄，艙內氣味刺鼻，抱怨聲不斷。經過一天的顛簸，疲憊的人們在夜幕降臨時紛紛入睡，他們期盼着凌晨4點抵達馬尼拉，結束這場煎熬。與乘客們的艱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船員的狀態。當晚，多尼亞帕斯號的駕駛艙俨然變成了節日派對現場。據一名曾進入駕駛艙的乘客回憶，船長與全體船員一同享用豐盛大餐，飲酒聊天，僅有1名實習船員在觀察為吳京打菜的值班。更確鑿的證據顯示，宴會結束後，船長並未返回崗位，而是回房觀看錄影帶。其他高級船員也因醉酒各自回艙睡覺，無人知曉那位實習船員是否堅守崗位。這艘載滿4000多人的客船在漆黑的海面上如同夢遊般前行。當晚10點30分左右，睡在甲板上的薩瓦德被尿意憋醒，他走到船舷邊方便時，看到不遠處海面上有點點光亮，誤以為是艘小漁船。憑借漁民出身的經驗，他起初並未擔心廣闊海面上2艘船通過無線電溝通避讓是基本操作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並非漁船，而是滿載1000噸燃油的維克多號油輪。該油輪吃水極深，露出水面部分低矮，乍看之下與漁船無異，且它是一艘未取得許可證、不符合安全規範的黑船。當班船長僅有大副經驗，毫無管理油輪的資質。更致命的是，維克多號的船舵此前已发生故障，導致它在海面上呈 S 型蛇形前進，讓周邊船只難以預判其航向。此時的多尼亞帕斯號駕駛艙空無一人，既無人觀察海面情況，也未與維克多號進行任何無線電溝通。2艘船在靜默中高速接近，薩瓦德突然發現油輪徑直朝客船衝來，他高聲呼喊示警，卻只驚醒了身邊部分乘客。幾秒鐘後，一聲沉悶的撞擊聲伴隨着劇烈震動，多尼亞帕斯號上的所有人被瞬間驚醒。撞擊後，維克多號油輪立刻燃起熊熊大火，火焰迅速蔓延至多尼亞帕斯號，大量燃油泄漏至海面形成油膜，被火星點燃後，
兩艘船周圍變成了一片火海，燃燒範圍隨漏油不斷擴大。薩瓦德深知海上求生的關鍵在於果斷，他掙脫混亂的人群，衝到船後部，距離撞擊點最遠、火焰尚未蔓延的區域找到女兒。父女倆憑借出色的水性，毫不猶豫地縱身跳入布滿鯊魚的海中。此時，多尼亞帕斯號的船艙內已淪為人間地獄，數千名乘客驚慌失措地衝向艙門，卻因擁擠在狹窄通道內動彈不得。船上的59名船員無一人組織疏散，有限的救生衣被鎖在櫃子裡無法取出。在混亂的哀嚎聲中，超過3000名乘客被活活困死在船艙內，他們的痛苦與慘叫成為幸存者餘生無法磨滅的夢魘。那些成功衝出船艙跳海的人也未能逃過死神的收割。水性不佳者很快溺亡，即便勉強浮在水面，也被蔓延的油火焚燒致死。薩瓦德與女兒跳海後不久，便被燃燒的油膜追上，混亂中父女倆被沖散。薩瓦德屏住呼吸，潛入水下，頭頂是熊熊火海和燒焦的遺體，滾燙的海水灼燒着他的皮膚。他在水下奮力向遠處游動，換氣時還要忍受人體燒焦的刺鼻氣味。游出數百米後，他終於與女兒重逢，兩人已精疲力盡，幸得一個漂浮的旅行箱，他們緊緊抓住箱子，在海面上艱難支撐。幸運的是，事發時另一艘客船密斯滕克勞迪號在幾公里外看到了火光，船長下令減速，謹慎接近。於事故發生1小時後抵達火海邊緣，通過尼龍網救起了薩瓦德父女及其他24名幸存者。這26人成為整場災難中僅有的幸存者。不久後，多尼亞帕斯號帶着艙內3000多名乘客沉入500多米深的海底。3小時後，維克多號也隨之沉沒。菲律賓政府和軍方在事發8小時後才收到消息，又花了8小時組織救援隊抵達現場。此時海面上僅剩500多具慘不忍睹的遺體。這起慘劇震驚了全球，遇難者家屬因找不到親人遺體悲憤交加，要求政府徹查。但由於多尼亞帕斯號全體船員遇難，維克多號僅2名幸存船員，事發時正在睡覺，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。事故的部分真相至今仍籠罩在迷霧中。事故初期，船運公司和保險公司僅承認預售票上的1493名乘客為遇難者並予以賠償，但大量證據表明實際載客量遠高於此。菲律賓政府耗時10餘年調查，最終確認當天船上共有4342人。除去26名幸存者，其餘4316人全部遇難。每位遇难者家屬最終獲得了620美元的賠償。這場被稱為亞洲泰坦尼克號的慘劇發生在近40年前，卻留下了永恆的教訓。4000多條生命的逝去，警示着交通安全與規範運營的重要性。這起悲劇值得全人類永遠銘記。